想象。换上了新人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都曾误解失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可是小孩子的理解力，毕竟和大人不同啊。就是因为小孩的理解力跟大人不同，所以我才一面选一面试写了几句，既符合近似语的精神，念起来又有押韵的句子，让小孩子好记好念又好懂。然后我就越写越有灵感，所以你就一直坐在这里，忘了回去睡觉了。我的老婆身体健康恢复了多少，她那认真积极的个性就恢复了多少。好啦，那我今天就写到这里嘛。来，你听听看，我今天写的这几句怎么样？小孩子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生活有规矩，自己收玩具。轻声细语，不发脾气。同学对我发脾气，扮个笑脸不生气。怎么样？很棒 ，Very good。垃圾不乱丢，书本马上收。太阳光大，小人气大，每天平安欢喜。感谢父母天地，轻声细语，不发脾气。生活有规矩，自己收玩具。以上就是我目前整理的今日好话，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也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正，感恩大家。曾老师，我现在才知道你文笔这么好哎！哪里，感恩。是啊。我要多影印几份带回去分给其他的低年级老师看，可以吗？当然可以，欢迎分享。其实我写这些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来教育孩子。那谢谢喽，感恩哦。来，我帮大家呢多印了几份，不够的话你们再自行加印哦。来，好，来，谢谢。曾老师，这是很好的教材。你应该多写一些。只要有时间有体力，我一定会的。来不及了。那我们是要等下一班？等下。你还好吧？舒不舒服？还好，只是很久没有这样跑步了，有点喘就是了。不过啊。今天大家都一直在讨论你的今日好话啊，所以一不注意就耽误时间了，真是太受欢迎了。不要这样讲，还好桃园到杨梅的车子很多，我们就静下心来等下一班。也只能这样喽。唉，不过待会还要换客运呢，你的身体受得了吗？你放心，我会自己注意的。其实啊，参加教联会的活动是督促我身体好起来的一个目标。只要没有到不舒服、爬不起来，我就一定都会参加。唉，不过啊，每一次都为了交通花费那么多时间，如果我们两个人会开车的话，那就好了。
知道，距离完全康复还有好长一段路，也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要与我的病相处下去。可是眼前这条路，我一定会坚持走下去。快点呐！你嫌他慢，那你帮他跑。好啊，要是我去啊！好嘞，好嘞。有没有看电视？嘴巴也要动啊！来啊！是啊，吃饭啊！好了，来这。阿婆，妈妈还在睡觉哦。哎呀，她说今天比较累，还头痛，让她睡一下啊。等她起来再吃啊。那妈妈肚子还不饿哦？金凯长大了，关心妈妈肚子饿不饿了。哎，真乖。也不用担心了哈。等妈妈醒来后，阿婆会把菜啊饭啊煮热了给妈妈吃哈。哦，你先吃。哦，吃饭。还有汤也要热哦。好嘞，管那么多，自己饭不敢吃。来啊，嘴张大一点。玉珍，对不起，把你吵醒了。现在几点了？10点多了。10点多啊！我睡了4、5个钟头哎。可见你有多累。妈说你从桃园回来，就说要睡一下。晚饭的时候妈有上来，看你还在睡，不忍心叫你。你一定肚子饿了吧？还好。阿凯阿伟呢？早就洗完澡，被妈哄上床了。我不能再睡了，我要起来了。哎，慢慢来，来，扶你。啊，不要急嘛，来，走，我们下去吃点东西。啊，来。我看你的体力并没有完全恢复，还是应该多休息比较好。哎，这应该是妈留给我们的苹果，来啊，吃吧。我现在已经慢慢学习怎么跟我的病和平相处了。可是我有好多想做的事，那些事又是我以前都没有做过的。玉珍，不然这样好不好？怎么样？既然你那么想在慈济和教联会多看多学，那么何不就只专心做这件事呢？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专心把身体养好，再继续教书。你希望我辞职？可是我怀阿伟的时候才辞职在家过，现在又……那个时候的情形跟现在不一样。以前你辞职是为了专心赚钱，来改善家庭经济啊。可是现在家庭经济已经不是问题了。我的事业也跟上轨道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健康。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我曾经以为，我差一点就会失去你，玉珍。为了这个家。为了阿凯、阿伟，为了我们，也为了你自己，暂时休息一下好不好？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没错，我们一起走。这学期结束，你就要离开学校。我跟正光讨论过了，
我们都认为我应该好好休息，把身体调养好。我也觉得，这样我才会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在教联会好好学习。身为你的同事，真的很舍不得你离开学校。可是，身为教联会的一员，我真的又很开心，你有更多的时间还有心力可以放在教联会上。我只是暂时离开正式的教职，改去教联会充电，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你已经够好了，你还要多好？这一阵子我一直在想，我过去的价值标准是不是有偏差？让学生又爱又怕就是个好老师吗？还是学生到底应该从我们身上学到些什么？老师好。好。我想好学生跟好老师的定义，我都该调整了。这也是我到教联会以后最常思考跟反省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教联会都很高兴能够多了你这位多才多艺的生力军。多才多艺？是啊，教联会正在推动的近似语教学计划，正需要有经验的老师们一起来编教材。像你这么有才华，当然一定要来参加哦。其实自从结婚以来，除了教书，我都快忘记我曾经有过什么才华了。可是正光师兄说，你从小就常常得到才艺竞赛的奖牌，像什么演讲、作文、绘画、歌唱，样样都难不倒你哎。看得出来，你们家师兄很以其为荣哦。可是那些才艺后来根本都派不上用场。啊，我懂了，什么？原来我父亲以前给我培养的那些才艺，就是为了要给慈济用的，你说对不对？嗯，对耶。哇，好香啊 ！Good morning。哎呦，让你休息是要你养生的，不是要你操劳的。怎么不多睡一会儿，还下来做早餐呢？因为我有好多的感谢想要表达，所以只好用丰盛的早餐来谢谢你跟爸妈在我生病期间的用心跟照顾啊。我们都是一家人，需要这么刻意吗？就是因为是一家人，所以才更要把心里面的感谢说出来、做出来啊！而且我已经决定了。决定什么？从今天开始，我要实行我的新生活计划。就是呢，每天早上早起20分钟起来准备做早餐，然后等阿凯阿伟梳洗完毕，爸妈散步回来，大家就有早餐可以吃了，这样不是很好吗？何止是好啊，简直是太幸福了！啊，冰箱里面有牛奶跟豆浆，我先上去叫阿凯阿伟起床。好。今天在学校乖不乖？好极了，走，我们散步回家。妈，你上礼拜教的今日好话，我今天有用到哦。真的吗？上个礼拜的今日好话是不是打人？对啊，打人就是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那你怎么用？我们就是班上有一个同学，老是爱欺负别人哦。然后今天下课的时候，他准备要打人，结果手一举起来，砰！哇，撞到墙壁，结果手都OK了哎。哦，这么厉害？对啊，我就跟同学说，这就是打人就是打自己，骂人就是骂自己。同学都觉得很有道理耶。君凯用的真不错。走，我们回家。有菜又有米，有菜又有米，
向农夫敬礼。向农夫敬礼。这个呢是敬礼的礼，也是礼貌的礼。它的注音是了一礼，你念一遍。了一礼，三声礼。很好，好来，妈妈解释“有菜又有米，向农夫敬礼”这句话的意思给你听。有菜又有米，向农夫敬礼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天吃的米饭跟菜都是农夫辛辛苦苦种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农夫。要是没有他们种田种菜的话，我们就没有东西吃了。你说对不对？对啊。好，我们再念一次：有菜又有米，有菜又有米，向农夫敬礼。向农夫敬礼。君凯的字写得很整齐哦，你专心的写，写完以后呢，给妈妈检查，妈妈去看弟弟饭吃完了没有，好不好？好。好乖。是啦，还剩2口把它吃掉来。哦，我要看卡通嘛。就看卡通也要把它吃掉啊！你1碗都还没吃掉哎。来啊！张君伟，不可以这样。妈妈是不是有说过，饭没有吃完不可以看电视？对呀，君boy。看电视又不会长大哦，我不要。妈，我来。君伟，你自己吃，这边只剩3口了，吃完就可以离开。为什么要吃完？你记不记得妈妈教过你一句今日好话？好孩子要惜福，把饭吃光光，记得吗？你已经跟妈妈念过好多遍，念到你都已经会背了。可是你为什么做不到呢？对呀，君boy，阿婆天天听你说把饭吃光光，把饭吃光光啊。好，那你现在跟妈妈念一遍。好孩子要惜福，把饭吃光光。自己念一遍。好孩子要惜福，把饭吃光光。好，那现在自己把饭吃光光。看君伟最棒最乖，要听妈妈的话哦。好哦，好乖好乖，来。等一下我要看卡通，我不会洗衣服。啊？妈可以洗衣服？原来你念了半天，君伟，那个是惜福，是要珍惜你福气的意思，不是叫你洗衣服。声音呢，有够可爱的。你再举多帅！不要恭喜我啦，要感恩的是菩萨的智慧，还有上人的静思语给我的启发跟灵感。有越多小学跟幼稚园的家长愿意拿小菩萨好话集来教孩子，就表示有越多人接受了菩萨智慧的熏陶啊。你要跟美玉师姐一起去医院当志工，什么时候？我在跟翠芳讲电话。当哪一种志工？我想参加，可以吗？翠芳，我家师兄回来了，详细情形我明天早上再问你。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小菩萨好话期受到欢迎，我很高兴。可是我真的很希望试试看其他性质的服务工作。真的。到医院当志工？当什么志工啊？你的体力可以吗？翠芳师姐说，一开始只会让我分送病历，很轻松的。你可以等身体完全康复了再去当志工，不必急着现在就去啊。哎呦，我就是不喜欢等嘛，等是最没有建设性的行为。我自己写小菩萨好话期的时候都会写，有钱可买大时钟，却买不到1秒钟。道理这么会写，可是自己怎么可以不好好把握有限的时间？行善跟尽孝道是一样，要及时。可是医院那么多病房，那么多科室，跑来跑去的，一般人不迷路就不错了。你有时候还是会头晕，怎么可以啦？就当作是运动嘛。你不是也说我都不太运动吗？希望我每天花一点时间来运动健身。我说的运动是到大自然、到户外、到阳光下，不是到医院去运动。何况，严格来说，你自己都还是个病人呢。那不当做运动的话，当跑箱这种可以吧？跑箱？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一诊在哪里？那边。对不起。Hello， 8楼的病历。10楼的病历，11楼的病历，谢谢。不会。你在这里。阿婆你好。你好，别辛苦啊。没有啦，你比较辛苦啦。哪里，好啦。7楼的病历。谢谢。我要这少年，竟然都开始咧西游记，我的囡仔是要安怎啦？你莫想遐尔啊济啦，医疗的代志，得交互医生来处理就好。心情若是无安的时阵吼，你就加念阿弥陀佛，菩萨来保庇你。是啊，你还阁遐少年，而且哦，即摆医还阁遐尔进步，未来路阁遐尔长，莫想遐济啦。我感觉上无公平，是我陪阮先生创业遮尔侪年，我一个破病，伊拄外遇，一点仔拢无关心我。敢讲伊希望我较早死，会当放伊自由？无安尼讲，无安尼讲啦。我怕我会失去你。有我在，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害怕。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直到你好起来为止。你有你嘛是妈妈呢，小孩子很需要你啦。好，我不甘愿，我不甘愿。莫想遮济，好不好？翠芳，我今天看到那位女病人哭得这么伤心，又听了你们讲她的故事，我突然觉得自己拥有好多。我生病的时候，正光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受苦，帮我打气。而那位女病人却要承受身体跟心理的双重打击。我想，她先生的背叛，
一定比他的病让他来得更难受吧？美玉师姐说，其实像这样的故事，在医院里真的很多。以前我遇到像这样的病人，除了陪着流眼泪，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甚至于有时候哭得比当事人都还要伤心呢。那怎么办？还好那个时候美玉师姐她带着我，让我渐渐进入状况。现在我知道，当病人对我哭诉，而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我就握着他的手，静静听他说，让他感觉有人倾听、支持，愿意了解，去体会他的感受。有时候，这种精神上的陪伴跟鼓励，比说一堆道理都有用。是啊，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受到了好大的安慰跟鼓励。回家以后，每当我灰心或是又心乱的时候，我就会摸着上人送我的观音项链，然后我就又有勇气跟病魔继续奋斗下去。所以我知道精神的力量有多么的重要。感谢观音菩萨陪我度过我最痛苦的那段日子。现在我已经走过来了，身体也渐渐康复。我应该把我曾经得到的温暖跟鼓励，送给下一位需要的人。这个是我到精舍的时候上人送我的项链，代表上人对我的祝福。现在我要把这份祝福送给你。送我？是为什么啦？这条项链在你身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啊！来，我帮你挂起来。这尔贵重的礼物，我袂用收啦。你听我说。贵重的不是这条项链，而是这条项链它所代表的意义。对我来说，这条项链最大的意义，就是陪我度过生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现在我已经走过来啦，所以它也可以功成身退了。功成身退？你得收落来，这是玉珍师姐的心意。伊希望你会当甲伊同款。得到心灵上的寄托，还有鼓励啊！以后你嘛当把这个破链送给下一位需要祝福的人。你要？是啊，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跟我一样再站起来。到时候这条项链就可以再帮另外一个人找到希望，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你一笑起来脸色红润，整个人气色就好起来了。身体养好，心情放较开咧。在医院当志工，
是我第一次不是以老师的身份面对人群。虽然没有人再以尊重老师的态度来尊重我，可是我反而因此能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除了更珍惜生命，感恩所有，包括感恩我的这场大病，我所听、所看、所想都跟以前不再一样。我也因此更有柔软心，跟同理心去苦人所苦，也才真正开始学习什么是缩小自我。师姐好，师姐好。哎，玉珍，哎，美玉师姐好，翠芳师姐好，今天好一点了吗？谢谢。美玉师姐、翠芳师姐，我先去送病历，等一下再来跟你们聊。好啊，你赶快去忙。赶快去吧，赶快去。在这里，表面上好像是我在帮助人，事实上我学到的更多，体会也更多。你今天的医院志工心得分享，听了让人很感动哎。当场啊，就有好几位师兄师姐也表示说要去医院做志工了。那太好了。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要用这么多我字？为什么？刚刚有一位师姐很诚恳地告诉我，她觉得我的分享很好，可是她也问我有没有觉得在我讲话的时候用了好多我字，比如说我想、我认为、我觉得。她说这样是不是太自我了一点？翠芳，你觉得呢？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因为我认识你比较久，习惯你的说话方式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我倒认真想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师姐的观察跟分析还蛮有道理的。又在写信的分享啦？正光，不要再有口难言了，你已经憋了一整天了耶！拜托你就说我啊，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会罚你钱。好啦，我就是想要跟你说，经过实验失败之后，我已经想通了，所以我写了新的报告，下次要跟大家分享，也要跟那位师姐报告我的反省跟决定。哦，你想通了？想通了什么？我想通的是，我还是要做我自己，因为我做不到，也没有办法说话不用我字。可是我非常感谢那位师姐给我的刺激，她让我有机会反省，也让我知道要消融自我、缩小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的确不容易耶。我也很难说话的时候都不说我字啊。虽然我还是我还是曾玉珍，但是我会更注意，不要太主观，也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跟立场去看事情。我会更认真的去体会无我、小我、大我之间的差异。曾老师，你说的话还真是有学问哎。我呢，总是要想很久才懂。听不懂就慢慢看啊。被你这样一叫曾老师，我又开始怀念以前当老师的日子。经过这段时间，其实我突然还蛮想重回学校，
当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老师。有多不一样啊？这阵子卸下了名师的光环，我才发现，所谓的名师，都是学生的成绩跟升学率带给我的名气。换个角度想，我除了帮他们考进好学校，又带给他们什么？你带给他们很多啊。很多？很多什么？比如说，做事的方法、读书的方法，还有要诚实，要对自己负责，还有要努力用功，考上好学校啊。你看，你说了半天，还是在说学业上的成绩单啊。不然呢？还有人生的成绩单啊。这是我生病以前自己都不及格的部分，我现在才要开始慢慢累积分数。如果我再回去当老师，我一定要让我的学生拿出一张比我更好的人生成绩单。我觉得我又听见一阵出发的号角声嘞。还是你了解我？对了，正光，我算了一下，距离公立学校教师资格考试还有1个月，我想赶快准备一下去参加考试。如果重回学校，我希望我能够跨过私立学校的围墙，去接触更多面向的学生，接受跟以前不一样的挑战。你觉得怎么样？我还能怎么样？我说 no， 你会接受吗？我知道你不会说，而且你能的事可多着呢。我跟你说，欢迎，请坐。谢谢。有曾老师您这一位私校的名师到本校来任教，真是太荣幸了。我相信一定可以提升学生的英文程度，还有升学率。我知道升学率很重要，不过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学生其他方面的收获跟成长，否则我就继续留在私立学校就好啦。那当然，那当然。我们学校一向强调的就是五育并重，除了各项学科的竞赛以外，我们还有各项才艺的竞赛、生活教育的竞赛。总而言之我们学校就是希望从竞赛中来培养学生的竞争力和荣誉感。老师如果到了学校以后一定可以好好的发挥。谢谢校长的鼓励。曾老师你就别客气了，以您过去的表现，在学校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也一定让学生可以交出一张最好、最漂亮的成绩单。曾老师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谢谢校长的肯定。不过我想，除了在学业上可以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之外，教育最大的目的，我想也是希望学生能够交出一张漂亮的人生成绩单吧。这也对。也对，所以我也会朝学业跟升学率之外的方向继续努力的。是，那样最好，那样最好。学校还没开学，如果曾老师想对学校有多一点的了解我可以请一位职员带老师到学校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谢谢校长。你等一下。这么仔细，不客气。那我自己四处看一看，你先忙。好，谢谢。谢谢。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接新学期的开始了。亲爱的家长您好，很荣幸成为您孩子的导师。对我和孩子来说，这都是全新的一年，充满挑战，
也必将充满期待与期许。这是我写给家长们的每周一信的第一封信。从这封信开始，以后每一周，您都可以在贵子弟的联络簿中看见我写给您的信。我期待联络簿是亲师之间沟通的管道之一。在这第一封信中，我主要与家长分享的是，我将送给孩子们的10样礼物，10全大补丸，以及我们的6条班规，也就是6条生活公约。本班的生活公约与众不同，以提升为生命教育，10全大补丸则是我希望给予孩子的生活教育。此外，为了孩子的人格教育，我也会在班级经营中安排具有人文精神的静思语教学。早餐加中饱，健康又环保。7点20到学校，自动勤打扫。7点30都做好，静坐静思考。上课用心听，回家负担轻。午餐细慢品，惜福感恩心。每天做家事，贴心又懂事。读书有计划，考前心不慌。报告。你叫什么名字？李宗龙。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现在是7点50分，学校规定7点半上课，你已经迟了20分钟。请问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妹妹早上吐了所以我就比较晚送她去幼稚园。你送你妹妹去幼稚园以后才来？好，先回座位。李宗龙，小心一点啦，肚子会痛好，下一位同学继续。读书有计划，考前心不慌。睡前抵衣物品要带足。早睡身体好，熬夜容易老。OK， 这个10全大补丸每一条都有它的意义，老师待会会一一的解释。好，现在打开你们的联络簿，老师已经把刚刚你们念的10全大补丸，也就是对你们成长发育非常有帮助的10个生活习惯，都印在联络簿里面了。下面呢还有家长评量的地方，底下有圈圈、叉叉、三角形，每天都要请家长勾，看看你们有没有做到。还有联络簿里面有一封信，是老师给家长的每周一信，请你们务必要给家长过目。联络簿呢是老师特别设计的，至于封面就交给大家去设计，请在1周内设计完成。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教室布置方面，老师有几个想法，请大家配合。第一，我希望以后大家上课的时候可以不要穿鞋子来上课。奇怪，林倩如家电话是不是错了？原来他休学过2次，12年级才插到这个班就有读的。班长，我多一个垃圾啊！被打！恭喜你交到一个品学兼优的陈彦伟，这样大小事你就不用担心啦。陈彦伟这么有名啊？李宗龙他说他可不可以不要参加跑步，因为他早上要送弟弟妹妹去上学，他很怕会来不及。你的裤子呢？你怎么没穿裤子？哈哈哈，都没有穿裤子。错啊！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要说的是，你就是那只乌龟，都已经是乌龟了还敢睡，怎么跟人家赛跑？你们班长林倩如啊，现在才到学校。郑老师，你可能刚到我们学校，很多情形你还不是很清楚。你是他的班级老师，希望你可以多多开导开导他。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同学都好羡慕你哦？你又聪明，又多才多艺，成绩又好。
的先天跟后天条件比一般人要好很多很多哎。我看你的身心状态都还在放暑假哦，早上迟到，现在睡觉。油门轻轻轻轻的，轻轻的。我知道了。小心！我知